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今天我带给大家的呢是一款拎包，大家在手头上看到了吧？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它的材料呢是这样子的，像不像一件小背心？这样子的4片材料就能做出那个漂亮的拎包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做的拎包的图纸哈。我们呢要画一个长方形，这个长方形的长度呢是46厘米，宽度呢是23厘米，中间这条红色的线呢是它的对折线。那在这儿呢有2个点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，我怕图纸一会儿太小，大家看不清楚哈。这儿呢包口的位置，我们是要向里贴近5毫米的，这样子包口就有一个收拢的效果了。那位置呢是在5厘米的地方。那么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褶子的定位哈，这个褶子的定位呢是这条线呢是这个直角的1半，然后咱们把它延长出来，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10厘米，然后从这儿到这个包的边呢8厘米。那我们把这2个点连起来，那整个褶子呢就是这样子的。刚才介绍的呢是铺棉的图纸，我们把铺棉剪下来以后呢烫在面料上哈，然后呢留1厘米的缝缝。我们这个拎包呢需要面子2片，里子呢也是2片，然后我在面子上呢做了一个拼色，这个拼色的宽度呢是18厘米。接下来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拼色时候用的一个辅料，这个呢是布用的双面胶哈。以往如果没有用这个双面胶，那我呢拼这么大一块布的时候呢，中间它是分开的哈，所以呢要切很多的线把它给固定上。那有了这个布用双面胶以后呢，我把它搁在这儿，然后再把这个拼色材料放上去，我用高温熨烫，那这2块面料呢就能粘合在一起了。这样子啊，我只要刻这2条线就可以了。最后咱们这个拎包呢还需要一点包边带，这个包边带的宽度呢是4厘米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。首先制作的呢是这个底部的褶子，我们把准备的这4份材料底部的褶子呢都用缝纫机把它给车起来。褶子收好以后呢，我们把材料的提手部分哈，正面和正面相对叠起以后呢，我们把这条边给车上，那其他3份呢也是一样的。提手这条线车好以后呢，那咱们这个包啊一半的形状就出来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材料正面和正面相对把它叠齐。这回我们要车的呢是底部的这个圆弧，面子车好以后呢，咱们把里子也做上。现在里子面子都组合好了，我把面子已经翻到正面了哈，我们把里子放进面子里，这个里子是反面哈，咱不用把它翻过来。然后包口的位置呢，我们把它们对齐，对齐好以后，咱们现在这3圈全是毛边，我们需要用这个包边带把它给包好。包好以后啊，咱们整个包就制作完成了。包做好以后啊，我发现今天这个包带呢做的有点宽了哈，如果大伙儿回去做的话呢，留5厘米就够了。这个包的容量非常的大，我们能够轻易的放进饭盒、保温桶、水杯啊，还能放进水果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呢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